我望着银行卡内10块的余额，陷入了沉思。我都这么穷了，怎么还忍心骗我？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？正当我打算退出软件的时候，不小心碰到了购买按键。恭喜您成功购买限量版保时捷 911GT198，商品配送中，预计配送时间5分钟，请您注意查收。紧接着银行卡变动的消息弹了出来，您尾号22的卡成功支出0.1元，余额9.9元。我还没输密码呢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时我突然感觉自己裤子口袋多了什么东西，我伸手一掏，竟然真的是一把保时捷的车钥匙。难道说这是真的？我立马掏出手机，看向另一个商品，是东郊1号别墅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手指再度落下。恭喜您成功购买东郊1号别墅，今日商品已售空，请等待补货。原来这个商品是每天刷新一次的，不知道这套别墅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给我配送。算了，还是先去看看我的保时捷吧。手机上商品定位显示是在小区旁边的超市停车场，我一路小跑朝着超市出发，看到一群人正围着议论什么，原来是一辆大奔剐蹭到了我的保时捷。完了，这车我赔不起啊！这车不是保时捷吗？你的大奔也不比它差呀，咋就赔不起了？你们不知道，这是限量版保时捷，全球就一辆，价值8000万起步。我从人群中挤了进去。这车不用你赔，你走吧。奔驰车主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见我一身廉价的地摊货。兄弟，你别跟我开玩笑，这车又不是你的。是啊，小伙子，你又不是车主，就别添乱了。听着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我笑了笑，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。这位兄弟，不，大哥，您这车没事，不用你赔，你把你的车挪一下吧。哎，好嘞。这大奔车主打火给油一气呵成，突然电话铃声传来。先生您好，这里是东郊1号售楼处，您的别墅房产证已经下来，请问您什么时候有空过来领取一下？好的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另一边东郊别墅售楼处，经理联系上叶先生了。此番话落下，所有物业员工一片沸腾。我的天，那个花6个亿买下楼王的叶先生，终于要来了吗？所有女销售心底都在默默盘算，怎样才能给我留下一个好印象。而此时我正把车停好，走向售楼部，迎面走来一位女销售。先生您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我刚准备说话，就被一道声音打断。小丽，我没跟你说吗？今天不是什么人都接待的。说话的是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，打量了我一眼，轻蔑地开口说道：不好意思，如果你不是来买房的，还请你立刻出去。你几个意思啊？我就不能进来看看吗？我们这还真不是谁都能来看的，就你这富穷分样，给你10辈子你也买不起一套。看着他那狗眼看人低的模样，我懒得跟这家伙继续废话，我掏出手机拨打之前联系我的电话。先生，你已经到了吗？我现在就在售楼大厅里，不过你们的人似乎不太欢迎我，还想请我出去。怎么可能？叶先生您稍等一下，我和经理马上就过去。此刻宋经理的脸漆黑如墨，他完全没想到自己都这么盯着，还有人得罪这位神秘无比的叶先生。女主管看着我挂断电话，脸上更是轻蔑。小子还挺能装啊，我看你能叫下来什么人。与此同时，冲下来的宋经理看到这一幕，心中的怒火彻底喷发而出。廖莹莹，你在做什么？宋经理您咋下来了？难道说叶先生人马上就要到了吗？您放心，我现在就把这个碍事的小子给赶出去。听到没？我们马上有贵客过来，你现在是自己滚出去，还是老娘叫保安把你插出去？放肆，跟谁说话呢？叶先生万分抱歉，我们来晚了，我是东郊售楼部的经理，您喊我小宋就行。刚刚手下的人不懂事冲撞了您，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瞬间所有人都是陷入了呆滞，眼前这个青年竟然就是神秘富豪叶先生。再看之前的廖主管，此时满脸惶恐。宋经理，您是跟我开玩笑的吧？我之前跟你们说过，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走进来的客户，你是把我的话当作耳旁风了是吧？你自己去人事部办离职手续吧。廖主管，我错了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叶先生，我们里面请。很快办完手续，在宋经理愈发尊敬的目光中，我驾车开向东郊1号别墅。与此同时，我对面的2号别墅内，一位身材曼妙的女子正看着我所在的1号别墅。孙叔，这1号别墅被人买下来了吗？是的，小姐，这1号别墅是被一个姓叶的年轻人给买下来了，具体的消息我还在查。先别查了，能拿下1号别墅身份背景肯定不简单，对方很可能是位世家公子，贸然去查对方可能会引起他的反感。是我唐突了，这人如此低调，随随便便就入住了，没有丝毫庆祝，给人的感觉像是对这价值6亿的1号别墅完全不在意。他突然对这位神秘的叶先生产生了兴趣。孙叔，明天你去拜访一下叶先生，礼物就取一只90年的康帝吧。晚上12点，一件新的商品刷新了出来。君悦华庭小区1号楼120套房，补贴价1毛。有没有搞错？这不是我之前租住的房子吗？这个小区80%以上都是租户，一套房子至少要500万以上。1号楼一共120套，算起来就是6个亿，买了。购买成功，商品配送中，预计配送时间15分钟，请您注意查收。15分钟之后，地面上凭空出现2个纸箱，里面清一色的全是房产证。如果120套全租出去，即便是自己1年什么也不干，纯房租收入也得有几千万吧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抱着2箱房产直奔君悦华庭，去到了小区对面的地产中介公司。我手中有2栋房子要出租。中介眼神略微有些失望，出租房子他是没多少提成了。
2套房子是吗，先生？您的房产证带了吗？带了，后面桌子上。我操！您就是那位买了2栋楼的叶先生？没错，是我。我要等多久能全部出租呢？叶先生，您这单子太大，我得去喊下我们经理。周经理，叶先生来了。什么叶先生、李先生，就这么点小事？你说的是2栋楼的叶先生？周经理望着我那2箱房产证，目光炽热。叶先生您好，我是这的经理，您喊我小周就行。这些房子如果能尽快租出去的话，我可以独家提供给你们，一定要快。您放心，绝对没人比我们更快。叶先生，您要不要等下一起吃个便饭？不用了，我还要去搬家。交给我们吧，叶先生。小王，跟我一起上去帮叶先生搬家。来到我租住的房门口，我赫然发现我的东西全都被丢了出来。房东大妈正在带新租客看房。哎呦，小叶回来了，回来了正好，拿着你这堆破烂赶紧滚！我记得我们的合同还有6天才到期吧？你现在把我东西扔出去是公然的违约。我就违约了，那又怎么样？周经理从我身后走了出来，房东一见到周经理，脸色却是一变，因为他是全托协议，现在带人看房，私底下出租，那是要付一大笔违约金的。女士，你说话放尊重点，这位可是我们的大客户，拥有120套房产的叶先生。你们搞错了吧？他就是一个小租客。怎么可能搞错？房产证我们都带了。房东大妈不明白我这么有钱，为啥还租房，一瞬间有些怯懦。对不起啊，叶先生，都是误会。现在你跟我说是误会，这违约金你赔定了，而且我的私人物品都遭到了破坏，你就等着法院见吧。叶先生，你看我双倍赔偿你可以吗？不要去法院行不行？你看我像缺钱的样子吗？放心，叶先生，这个我有经验，交给我来处理。下午3点，我刚回到东郊别墅，门铃随之响起。一位西装笔挺50岁左右的男人拿着一个礼盒。请问你是？先生你好，我是您对面2号别墅的管家孙福，我家小姐听说搬来了新邻居，特意让我来拜访一下。您家小姐真是太客气了，我叫叶凡，老先生请进。送过礼物之后，交换了下联系方式，老管家就起身离开了。我随后拆开精美的礼盒，罗曼蒂克康帝1990。我勒个去，康帝还是1990年的，这一瓶怎么也得30多万，这就是有钱人的实力吗？晚上临近7点钟，公司组长方红的电话打了过来。你小子今天怎么没来公司啊？我这才想起来我还有搬钥匙，随口说道。哦，今天有点事就没去，以后都不用来了，咱们公司倒闭了，公司会给你正常打到卡上的。啊，怎么我一天没去公司都黄了？明天中午11点来浦江堂阁2楼的玫瑰厅，大家都在那里吃散伙饭。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点开万亿补贴商城，罗杰杜比王者系列腕表，倍数消费返现卡，我雷个豆，竟然是价值400万的手表。我毫不犹豫地点下购买。恭喜您购买成功，预计配送时间3小时。这次的配送时间有点长啊，不管它了，消费返现卡是什么意思？先买了再。消费返现卡已到账，使用之后，接下来一次消费行为将会获得10倍返现。好直接简单的道具。因尾号22的卡收入212万元。这钱是怎么回事？随即链家周经理的信息发了过来，原来是我那120套房子租出去了一部分。这赚钱速度着实恐怖啊！离去吃公司散伙饭的约定时间还有几个小时，先去买点衣服再说。一路开到铂金广场，我直奔阿玛尼专柜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是来看成衣还是准备做个定制呢？看成衣吧。好的，先生，请跟我来。服务员领我走向成衣区，此时旁边在挑选衣服的一对情侣看到了我。你们阿玛尼怎么做事的？这小子穿着一身地摊货，你们都给放进来了。宝贝，你要理解吗？有些人就是喜欢打肿脸充胖子，明明买不起，还非要进来乱看。要是一不小心弄脏了某件衣服，赔不赔得起都是2回事。遇到这人可真会气。等我买好了这件衣服，待会就带你去买包包，高兴高兴。赵哥，你最好了。女销售一脸尴尬，但还是给我介绍起来。你们家职业级别的主打都有哪些？您面前的这7件都是这季的主打款。行，都包起来吧。先生，您确定吗？这里的7件衣服总价是约莫在100万。我愣了愣，还好没超出预算，这样的话自己还能再买2双鞋。先等一等。随着这句话落下，油腻中年男子嘲讽道：“哎呦，入戏倒是挺深的啊，还真以为自己是神豪了。怎么说到钱就不敢掏卡付费了？”我对油腻男的话完全无视，只是掏出来了手机，使用了倍数返现卡，随手指了指旁边的2双皮鞋。这样吧，再帮我把那里的2双鞋包下，光买衣服不买鞋不合适，刷卡吧。呵呵，打肿脸充胖子，大话谁都会说。待会要是没钱付款的话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要怎么办。这中年男子的脸上此时满是戏谑之色。至于这女销售，则是小声的开口道：“先生，我再跟您确认一遍。您确定是要7件本季的主打新品和2双皮鞋吗？您的这些商品购买所需的总金额是需要102万元的。快点吧，卡都在我手里拿了半分钟了。好的，先生，您稍等。我倒是要看看你还要怎么继续装下去。销售很快拿来了刷卡机。恭喜获得10倍返现，1020万。您尾号22的卡收入1020万元，交易后余额1128万元。看着这到账的信息，我的心情也是兴奋了起来。瞥了一眼那对情侣，俩人满脸冷汗。之间的男人主动向我走来。这位朋友，刚才
哎，别，像我这种没钱的穷人，怎么可能跟你当得起朋友呢？这中年男人脸色顿时涨红。就在他打算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一道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：“叶先生。”哎，孙老。来人是2号别墅管家孙福。叶先生这是来买衣服？正好给自己买几套平日里换洗的衣服。什么阿玛尼的衣服？说是自己平日里换洗的衣服？我家小姐也没这么豪横啊，不愧是世家子弟。而在此时，旁边的中年油腻男眼前却是猛地一亮。孙总，我是福明水泥的小赵啊。孙福皱眉思索下，想起了这位小赵是公司的一个供货商。孙福又看了一眼我，见我玩味的笑看着油腻男，顿时反应过来了，这个小赵定是刚才和我起了冲突。我不认识你，你不要在我面前乱讲话。什么福明水泥，我没听过。转头望向我笑了笑，我点头微笑着离开柜台。在我走后，孙福警告男人：“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连叶先生也敢得罪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。”油腻男彻底呆滞，他没想到被他当作穷小子的人是孙总都要毕恭毕敬的人物。孙总可是魔都前10的超级大公司的副总裁，自己这回是完蛋了。而我已经回到家，准备梳洗一番，穿着我的阿玛尼去吃散伙饭。半个小时后，我来到浦江堂哥停车场。此时，2个漂亮的女孩注意到了我。丽丽，你看那里，那不是叶凡吗？对啊，他不是从农村出来的吗？但是我刚才看他从那辆保时捷上下来的。哎，你说这叶凡不会是被富婆包养了吧？你可别乱说，说不定人家很低调、肤浅。这辆非常规的保时捷一看就不简单。叶凡身上这套可是阿玛尼当季的主打款，起码要10万，哪家富婆这么舍得？这叶凡肯定是个隐藏富二代。如今公司破产来吃散伙饭，也就没有隐藏的必要了。一时之间，钱丽丽心底越发的好奇，嘴角也是一阵的上扬。斯曼，我们先上去吧。好。我正走到包间门口，电话响了起来。罗杰杜比专卖店，请问您是叶先生吗？是我。您订购的罗杰杜比王者系列腕表已经到了，我马上给您送过去。您的位置是？我现在人在浦江堂哥餐厅2楼玫瑰厅。好的，叶先生，10分钟内我们就能到。到了包间后，我和同事们打了招呼，一个青年快步的走了进来，一进门就把宝马车钥匙丢在桌子上。各位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路上堵车。哟，孙经理换车了呀？这不刚找了个绿城集团的财务副总监职位吗？就给自己奖励了辆宝马 X7。绿城集团可是咱们魔都的大公司啊！孙经理满脸骄傲，这副总监也不好当，挣不了几个钱。说着，故意把袖子捋了捋，露出一块造型新颖的手表。眼尖的同事顿时认出这块手表。孙哥，你这是罗杰杜比吧？这得不少钱啊！孙哥这是真的低调啊！这块罗杰杜比，我差点还没注意到。哎呀，不值几个钱，我这块是王者系列入门款，价格也就10来万。这还没几个钱，10多万，哎，羡慕了。这我得1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啊！不少人投来羡慕的目光。虽然孙经理已经快乐得不得了，但还是故作云淡风轻地说：“我跟他们一个店员很熟悉，昨晚听他说有个神秘富豪订购了一块400多万的，那个才叫上档次。一块鸟420万，有钱人是真的有钱啊！不过孙哥也不差，现在已经是副总监了，估计也用不了多久就能去掉这个副字了。到时候想买一块，岂不是轻轻松松？”孙经理这一番操作，主要是想引起钱丽丽的兴趣。她可是公司里一等一大美女。然而，钱丽丽的目光一直落在我的身上。这家伙不就是长得比我帅点，比我高点吗？凭什么这么吸引女人的注意？哎，小叶啊，我记得你的业务能力挺不错的，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啊？你找到新工作了吗？多谢孙经理关心，我还没找好。年轻人嘛，不要好高骛远。正好我们绿城集团还缺几个保安，你要不要来试试？这种赤裸裸的嘲讽，气氛一瞬间安静下来，我则十分平静。不用了，我手里还有点钱，准备做点小生意。孙经理则是嗤之以鼻，他知道我的经济状况不可能有钱做生意，正准备继续开口，却是瞳孔一缩，他注意到了我的阿玛尼，居然是一套阿玛尼，你小子能买得起，一定是假货哟！小叶，你这阿玛尼挺真的呀，差点把我骗过去了。没钱穿阿玛尼，别人不笑话，你这穿假的可就是你的问题了。其他人也纷纷把目光看向我，而我面对他3番5次的挑衅，刚要准备回击，一阵笑声却是突然传来。你笑什么？哎呀，孙经理，人家好歹也是开得起保时捷的富二代，至于穿假货吗？你怎么想的呀？这小子1年来天天穿的都是地摊货，不可能，绝对是租的。与此同时，包间门被推开，罗杰杜比的店长提着袋子走了进来，孙经理连忙过去打招呼：“周店长，你怎么过来了？”而周店长显然也没太在意。哦，我来给我们店 VIP 客户送手表。孙经理一愣，这 VIP 客户他是知道的，至少需要购买100万的手表才有资格，在座的哪有能买得起的？周店长，您是不是走错了？我们这里没人买得起100万级别的手表啊！走错。周店长快步走到我身前：“叶先生，您的表送来了。”所有人瞬间呆住，孙经理则脸色一僵：“你们一定搞错了，他就是个装逼的穷小子。”这位先生，你是在质疑我们店的能力吧？叶先生所订购的是价值420万的王者系列，绝对不会搞错。而我在所有人注视下，把手表戴在手上。有人想起了之前孙经理说的神秘富豪。我的天哪，原来那个表就是叶哥这块，真是低调啊！叶哥不像某些人，找个副总的工作就各种吹嘘，看我叶哥买了400万的表都不炫。此刻的孙经理顿时觉得自己无地自容，说着自己不舒服，灰溜溜的就跑了。孙经理一走，众人开始围着恭维我。一番的推杯换盏之下，散伙饭也是吃完了。一顿饭吃完之后，我却犯了难。我喝了酒叫代驾，竟然没人接单。正准备打车走的时候，钱丽丽叫住我：“
钱大美女找我什么事啊？油嘴滑舌，我这不是看你没法开车吗？要不坐我的车走吧？钱大美女邀请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说着，钱丽丽把我带到了一辆豪车面前，我心里暗自吃惊。之前在公司真没注意到她是个小富婆呀。上了车，我才发现还有一个人，正是赵思曼。丽丽，要不我下车给你们留一个2人世界？别乱讲！哼，叶凡，你家在哪啊？东郊1号。东郊1号可是魔都最贵的几个小区呢。也就那样吧。不过钱丽丽心里却是震惊无比，她知道东郊1号院移动逮捕是我。最近几天魔都上流圈子里已经传开了，没想到这神秘的富豪竟然是叶凡。而在那里的赵思曼则是继续的问道：哎，对了，我看你那跑车是保时捷的，啥型号啊？那车呀，911 GT198，就一用来代步的车。这啥车型？多少钱啊？没多少钱，也就8000来万吧。8000万叫没多少钱？代步车，这就是凡尔赛吗？20分钟后，来到东郊别墅门口，你们不进去坐坐吗？钱丽丽有些犹豫，而赵思曼则笑嘻嘻的道：丽丽姐，要不咱们就进去坐坐吧。钱丽丽脸色一红，点了点头。送走两女后，我窝在家里打游戏。12点整，我准时拿出手机，点开万亿补贴。2代大红袍3斤，售价1毛。这2代大红袍是从母树上嫁接所产的叶子，而母树本身的叶子是不能再进行采摘的，所以这2代的叶子可谓是达到了天价，一克就得值1万多块，3斤那就是1500万，好东西啊，果断买了。恭喜您购买成功，商品预计配送时间6小时，请您注意查收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看到客厅茶几上摆满了茶叶罐，拆开一罐浓郁的茶香扑鼻而来。真不愧是2代大红袍啊，等会给2号别墅的主人送一罐过去，毕竟人家可是送了我一瓶90年的康帝，光吃不回可不是我叶凡的性格。9点钟，我敲开2号别墅的大门。哎呀，叶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快请进。孙先生送的康帝很不错，正好我这到了点好茶，寻思着给你送点过来。孙福打开了我的茶叶，这竟然是2代大红袍。这茶虽然市价是1克1万，但是架不住产量有限，早就炒到了1万5。这一罐下来怎么也得75万。这叶先生看起来仿佛是随手送出个小玩意，这么大手笔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叶先生，这茶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啊。哎呀，又不是什么好玩意，孙先生收下就是了。叶先生，这茶都已经到15000元1克了，如果您愿意割爱的话，我倒是可以买下来。听着这话，我也是小小的惊讶了一把。我家里还有28盒没拆呢，这么算下来至少是2100万。一时间，我脑子里冒出来了一个念头，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淡定道：孙先生别客气，我家里还有好多呢，我又喝不掉，愁的我都想着要不要拿去煮茶叶蛋。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啊！那个叶先生，你手里还有多少？我愿意收购。我听着这话，心里乐开了花，鱼上钩了，表面却装作一副不在意的样子。还有10多盒吧，你要是喜欢，直接来拿就是了。买什么呀？我都准备煮茶叶蛋，反正也不值几个钱。10罐的话少说也是700多万了，这叫不值几个钱？这就是狗大户嘛！不行不行，我这边是诚心想要收购一些的。听着这番话，我微笑着一副无所谓的样。那就聊聊。经过一番交流之后，最终以每罐75万的价格购买10罐茶叶。别墅2楼内，少女看着眼前的茶叶，嘴角勾勒出一抹笑容。交易可还顺利？顺利，这叶先生随便的一出手，便就是10盒极品的2代大红袍。那对方的身份呢？可有窥探到1、2？说来惭愧，只知道对方来自泸州，而从他的行为来看，只怕是身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不简单。我用管家的身份接近他，对方对我没有丝毫瞧不起的意思，并且收了我们30来万的一瓶酒，就回礼75万的茶叶，这等平易近人、含蓄内敛，绝非是普通人家能够拥有的。有点意思，看来这叶先生是一条过江龙啊。孙叔，你自己拿走一些送给生意伙伴呢，留下3盒，过段时间老爷子70大寿，我要给他送上点。好的，小姐。另外你自己拿走1盒。多谢小姐。而此刻我盯着手机余额的短信发呆，这来钱的速度太离谱了，等过段时间房屋出租的钱到账，我卡里就能到2000万了。还有这孙先生可能不仅仅是管家这么简单，从昨天阿玛尼店里那男人对他的态度，还有今天这750万的生意，对方绝对还有什么身份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先去把车取回来，去趟超市。我开着车前往附近的大学城超市。20分钟后，我拿着购物袋走出超市，发现不少人都聚集在我的车旁边。一个少女正在前面拍着照片，我刚要走过去搭讪，一个打扮妖娆的女人拉住我：“你这人怎么回事呀？没看到都在排队吗？你想插队呀？”就是，下头男一点素质都没有。还有那个拍照的，你拍完了吗？磨磨唧唧个什么劲啊？正在那里拍照的美女顿时有些尴尬。稍等，我马上就好了，你可快点吧，要不然待会车主回来了，谁都拍不成。轩轩，我的妆没问题吧？你说待会那车主能不能看上我们吧？放心好了，以我们的美貌，拿下这车主还不是分分钟的事。听着这话，我打量了这浓妆艳抹的2人一番，不明白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自信，随即撇了撇嘴，叫轩轩的女孩立马眉毛竖了起来。你撇什么嘴呢？还当你是车主了不成？不好意思，这车还真是我。说着，我看向之前拍照的少女。这么热的天，要不到车里面去拍几张啊？顿时少女脸色羞红，坐进了副驾驶位。外面的那2个女人脸色已经涨红一片，想到之前嘲讽的话，2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一阵犹豫后，轩轩弯着腰低着头凑到车窗前。小哥哥，人家也热嘛，能不能也上车拍几张呀？
对不起，我这车只欢迎人类上来，不欢迎你个家子。不就是一辆破保时捷吗？要在我的法拉利、兰博基尼多的是，谁稀罕你这一辆破保时捷啊？听着这话，旁边一个男生扑哧就笑，还兰博基尼、法拉利，刚才那可是911 GT 198，价值8000万的神车。这轩轩彻底傻眼，而此刻我正带着妹子在大学城兜着风。妹妹别紧张，我之前也是这大学城里的学生，去年刚毕业的，你呢？我叫谢雨墨，隔壁模系的大二学生。那个哥哥，刚才实在是对不起了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哥哥你也不会被刚才那2个姐姐给嘲讽了。说完这些话，这谢雨墨就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看着我。好家伙，我直接好家伙，没事，你不是要拍照吗？你可以在车上慢慢拍。听着这话，谢雨墨点点头，掏出手机挑选了一个角度后，手机屏幕里他的大长腿占了一半，剩下的区域里包含了我的手表和车标。看着他找镜头那么专业，我不禁心里诧异，这拍照真是门技术活，这个构图，这女孩妥妥的茶艺大师。此时的我对她也是有了几分兴趣。听说你们模系有着不少美女，要不你给我当导游，去你们学校逛一圈？没问题。女孩答应着我请求的同时，也是将图片发到了朋友圈。哇，保时捷哎，羡慕了。默默大美女，求介绍。这车虽然是保时捷，但是这表不便宜啊，这应该是罗杰杜比的高档款，至少价值400万。谢雨墨看到这些评论，知道了价格，随后不免的感慨道：“哥哥可真有钱。”还行吧。一番闲逛之后，我向他发出午饭邀请，我随便找了一家平价的自助餐厅。没想到哥哥你居然会来这种平价的餐厅吃饭，哥哥你真随性，我喜欢。这世界真奇怪，没钱吃自助就是抠门，有钱吃自助就是随性。与此同时，自助餐厅楼上火锅店，一个中年男人满脸的懊恼。如果是我在场的话，定然能认出这人是那天剐蹭了我保时捷的大奔车主。孙哥，不就是错过结交的机会吗？这有什么好丧气的呀？你懂什么？人家开的可是保时捷911 GT 198，能把这车弄到手，代表对方不仅是有钱，更是权势滔天的那种。如果上次我一定要赔偿对方的话，那就跟人家是牵上线了。对方从手指缝里露出来的，就够我们再上4、5层楼。行了，魔都圈子就这么大，以后总有机会遇到的。走了，先去吃饭。几人吃完饭，准备去喝点酒，向外走去的时候，一声惊呼响起：“是村哥吗？”赵村转过头，看见一个黄毛正一脸兴奋地看着自己，原来是自己收的小弟江晨，是个拆迁暴发户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，小陈？这不是刚跟我女朋友吃完饭，村哥是要去酒吧吗？一起啊！而我这边和谢雨墨吃完饭，没想到刚出餐厅，谢雨墨就被人缠上。这不是我们模系的校花吗？怎么来这么垃圾的餐厅吃饭啊？还没等我说话，那女人率先开口道：“哟，这是你男朋友吧？长得还行，可惜是个穷逼。”我脸色立马冷了下来。那看来你是刚从高档餐厅出来了。那是，我刚跟我男朋友吃完高级牛排，人均消费至少1000以上。那你男朋友胃口挺好。两女一瞬间都有些发愣，我则是鄙夷的看着她。如果胃口不好的话，你都长成这样了，他怎么下得去嘴啊？那女人气的身体都开始颤抖。她转头看到她男朋友和一群人走了过来，一个黄毛格外的显眼。老公，这家伙欺负我，你快帮我教训他！看到我的一瞬间，赵村激动的都快哭出来，而在他旁边的黄毛江晨则是脸色一黑。你小子不想混了是吧？敢惹我的女人！这句话落下，那赵村的面色骤然就是一变。谁允许你跟这位先生这么说话的？哥，没想到能在这遇到你呢。我看着眼前的人的确有点眼熟。你是？哥，我呀，之前咱们在停车场里见过的，我当时开了一辆大奔。我随即想起这是那个撞我车的大奔车主。哥，我叫赵车，你喊我小赵就行。我叫叶凡。黄毛脑袋里已经炸开了锅。怎么会这样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连村哥都要喊这家伙一声哥？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？我目光落在旁边发愣的黄毛身上。这家伙你认识？众人的注意力再度集中到黄毛身上，黄毛吓得都快哭了。哥，我错了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看了看他没有说话，赵村立马心领神会，还不快滚！从今往后别再让我看到。村哥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赵村在魔都富人圈中还是小有名气，如果一旦被他列入黑名单，那以后自己在魔都可以说寸步难行。别让我说第3遍。野哥，我们走吧。电梯里，赵村看着旁边的谢雨墨，这位是嫂子吧？长得果然漂亮。我笑了笑，看向他身旁一众富二代，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啊？这胖子是吴勇，是我的好哥们，家里是开外贸公司的。一圈介绍下来，我倒也认识了七七八八了。野哥，我这有个不情之请，之前跟朋友说了您的那辆保时捷，我这帮兄弟都是跑车发烧友，您看能不能给他们开开眼界？众人神情为之激动，要知道这种车大多数人买了都不会去开的，大概率放在家里当收藏品。就这事啊，我还以为什么大事，正好我今天就开着了，带你们一起过去看看。您把那车开出来了呀？要不然呢？车这东西买回来不就是用来开的吗？要不然买它干什么？随即一群富二代开始附和起来。对，车买回来就是开的，是我们眼界窄了。看看叶先生这酒。在我的带领下，一行人来到地下车库，一众纨绔们开始猛话：这车实物也太帅了，叶先生牛啊，这车都能拿下来，少说也要8000万吧。这句话落下之后，站在那里的谢雨墨感觉自己的世界观都被颠覆。哥哥好厉害，这么年轻就买得起8000万的跑车。还好吧，这车也不贵。我说的确实是实话，毕竟我买这车就花了1毛钱。听着这话，旁边一群富二代顿时嘴角一顿抽搐，心底开始疯狂吐槽：这说的是人话吗？8000万的跑车，这叫不贵？那我们这些买一辆4、500万跑车，还要犹豫半个月的算乞丐吗？野哥，要不要一起去 KTV 玩耍？我们准备去个熟人的场子。好。
很快我们来到了 KTV 停车场，老板早已经在这里等着了。当他看到我的保时捷开进来以后，眼睛顿时就直了。他可是个超级跑车发烧友，自然认得出这辆限量版保时捷。究竟是谁能拿下这辆车？整个魔都的超跑圈子就这么大，无论是谁，我应该第一时间知道的。老王，我们来了。村哥，这位先生是？这位是叶先生，我的好大哥叶哥，这是我兄弟，这的老板王斌。王老板，哎，叶哥，你这个见外了，你是树哥的朋友，那你直接喊我老王就行了。村哥，你的包间我给你预留好了，现在就带你过去。村哥这人啥来头啊？老王啊，这魔都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啊，所以有些事情还是别去探究的好。能拿下这车，什么来路还重要吗？实力已经摆在那里了。唱了几个小时歌后，因为喝了酒，我们在附近的酒店开了房间准备休息。我单独给谢雨墨开了个房间，自己玩着手机。没想到门铃突然响起，哥哥睡了吗？只见谢雨墨穿了一身宽大的白色浴袍，我顿时感觉有些天旋地转。哥哥，我一个人住大房间好害怕，今晚能不能和你一起住？第二天清晨，到了餐厅之后，我发现赵村顶着2个大黑眼圈。你这昨晚是干啥去了？得节制啊，兄弟。没啥，就是昨晚听了一夜的2重奏，这酒店隔音效果太差。吃过饭后，我留了谢雨墨的电话，把他送回学校。回到家打开万亿补贴，劳斯莱斯库里南环贸大楼。这个大楼可是由一个12万平方米的高级商场、2幢写字楼及2幢共64套豪华公寓组成，居然依旧是只要1毛钱买。5分钟后，2个袋子出现在桌子上，其中一个是库里南的车钥匙和行驶证，而另一个我打开之后吓了一跳，居然是环贸大楼的产权证，而且所有人还是我。原本以为只会给我1-2层，没想到竟然都给我了，这下是真的发了呀！我正打算开着新车去这大楼逛一逛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竟然是钱丽丽发来的短信。小凡，你能来一趟前园 CBD 这里吗？我想了想，那里离我这也不远。行，没问题。钱丽丽看着我的信息松了一口气，原来她今天去面试的时候被人事总监缠上了，非要约她吃饭，于是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。周总监，我今天有约了，我男朋友一会来接我。没事，我想他为了你的前途的话，会理解你和我一起共进午餐的。他认为钱丽丽这种女孩是没见过什么钱的，至于男朋友肯定是她瞎编的，就算是真的和她差不多大，肯定也是个穷人。钱丽丽顿时翻了个白眼，毕竟她还不想撕破脸。这周总监在魔都的关系人脉还挺深。就在此时，我开着我的库里南停在了不远处。周总监投来羡慕的目光，这是谁家的富二代呀？这么年轻就开库里南？我们走吧。这开劳斯莱斯的竟然是你男朋友？钱丽丽脸上顿时有些绯红，我则愣了愣，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把钱丽丽往自己怀里拉了拉。对，这车是我的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个，既然钱小姐男朋友来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你对他说我是你的男朋友了。你别瞎想啊，我只是因为他缠着我才随便编的理由。钱丽丽心跳不断的加快，整个人更是显得有些语无伦次了起来。是吗？快到中午了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吃过饭后，我本来想带钱丽丽一起去我的环贸大楼逛逛，但她说下午还要面试。我送她到了面试地点之后，赫然发现这正是谢雨墨所在的大学城。还是叫谢雨墨陪我去逛商场好了。我拿起手机发了一条短信，此时谢雨墨正在寝室和闺蜜聊着天，室友们看到短信都是一阵激动。天啦，这就是那个保时捷小哥哥吗？雨墨，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不仅遇上了神豪，现在还要被人家约出去逛商场了，赶紧回他啊！我这不知道该不该答应。我的天，姐妹你这是在犯傻？人家都主动约你了，你肯定要答应啊！我有时间的，哥哥。那行，那你来大门这里吧，我在你们校外等你。雨墨，你那个保时捷小哥哥呢？没看到保时捷啊？上车。我先过去了。哥哥，你今天怎么没开那辆保时捷啊？一会准备去买点东西，这车能当个货车多装点。保时捷太小，劳斯莱斯大，拿来当货车，难道这就是毫无人性吗？哥哥，我们现在去哪里玩呀？等会我们去环贸大楼的商场，你看中了什么随便买。对于谢雨墨，我还是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的，对方无非是想在自己身上获得好处罢了，而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。谢雨墨顿时眼睛一亮，谢谢哥哥。到了商场，各种高端奢侈品牌把谢雨墨看花了眼，但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自己索取的度在哪里，最终在一家古驰店里买了几件裙子和鞋子，我则随手拿起一个包。这包不错，配这身衣服正合适，反正也不贵，才几万块。谢谢哥哥。买完东西，我带着谢雨墨在楼下咖啡店吃蛋糕。不远处，一个外卖小哥急匆匆地往商场内跑来，楼内的保安连忙拦了上去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商场是不允许外卖员入内。大哥，您通融下，我这单还有5分钟就要超时了，您就让我进去吧。不行，这是我们商场的规矩，我放你上去我就得被扣工资了。外卖小哥此时急得快要跪下，我皱着眉头走了过去。怎么回事？这位小兄弟，我只是想上去送个外卖，但是他们却不让我进去。不是我不想放他进去，我也是个打工的，上面这么规定我也不敢违背啊。我听着这话，心里顿时也是来了气。什么狗屁规定，明明是行业歧视，看来待会有必要敲打下物业公司了。兄弟，你进去吧，后面的问题我来解决。外卖小哥连忙道谢，就在他准备上楼朝里走的时候，一道嚣张的声音响起：给我拦住那个送外卖的，谁让你们把他放进来了？你不知道放这些人进来有损我们商场形象吗？有损形象，简直是笑话。你是什么人？你管我是什么人？我就想知道是谁给你们的这个权利，不让外卖小哥和快递员进商场。这是我们公司董事会经过讨论才做出的决定。再说了，你凭什么对我们公司的决策指手画脚？就凭我是这栋大楼的老板。这句话落下后，所有人都蒙圈了，谢雨墨更是张大了嘴巴，满脸错愕。你要是一片大楼的老板，那我还是魔都首富呢。听着这话，我没再多说什么，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。另外一边，大楼顶层会议室内，物业公司董事长何天宁一脸凝重。
诸位，关于环贸大楼易主这件事，想必大家也是都知道。这新老板什么时候来视察还不一定，所以务必约束好手下人，给叶先生一个好印象。如果物业合约续约不成功的话，对我们公司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。何天宁顿时有些恼，看到来电显示的瞬间，却猛地站起，毕恭毕敬地接起电话。叶先生您好，有什么吩咐？给你3分钟，立刻到商场的地门，不到的话，后果自负。还不赶紧过去看看，哪个兔崽子惹到叶先生？崔经理见我挂断电话，笑得更加放肆，装的还挺像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是这的老板呢。说着又十分得意地看了看谢雨墨。美女，你可千万别被这种人给骗了，他这种人一看就是没钱装大哥，这家伙绝对不是什么大楼老板，毕竟我叔叔就是物业公司的董事，这个屌丝是不是老板，我还能不清楚吗？还没等崔经理继续把话说完，远处乌泱泱地跑过来一大批人，崔经理顿时蒙圈了。何董您怎么来了？何天宁则是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着急忙慌地走到了我的面前。叶先生，您过来怎么没提前通知我们一声啊？三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人不就是个毛头小子吗？你给我闭嘴！眼前的人是我们环贸大楼的新老板。我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们把我的大楼管理得这么好。看来我真的有必要再继续考虑续约的事了。叶先生，请您明示，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敢招惹您？我可是听说，凡是外卖小哥和快递员都不能进入大楼，这是谁定的规矩？话音落下，何天宁猛地看向了刚才的三叔。崔董事，大楼的安保工作是你负责的吧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谁让你擅自做主定的这种规矩？行啊，苦肉计就没必要演下去了。这个规矩不是1天2天了，我还真不信你这个当叔叔的不知道。何董，这2个人我不想再看到。何天宁连忙点着头，然后看着后方的众。我觉得崔建辉董事不再合适继续担任我们公司的执行董事，我建议剥夺崔建辉的执行董事身份，并且剔除董事会。至于保安经理崔建，开除，公司永不录用。现在大家来举手表决吧。下一秒，10多名执行董事纷纷举手表示同意。毫无疑问，这是用来安慰叶先生代价最小的决策。叶先生，这2个毒瘤已经被我清理干净，您看这续约的事，以后这种事不要再发生了。如果再有，直接解约。解决完了这些事，把谢雨墨送回学校，我回到了东郊别墅。2号别墅管家孙福突然上门：叶先生，我们家小姐想要邀请您共进晚餐。叶先生你好，我是2号别墅的主人木南枝。叶凡。一阵天南海北的闲聊之后，我开口道：想必穆小姐今天请我吃饭，不只是想见见我这么简单吧？其实上次从叶先生手中购买的大红袍，我家老爷子非常喜欢，想再从叶先生手中购买一些。老爷子喜欢的话，我送上一些就是了，就当是我的一片心意了。穆小姐见我一直坚持，也不好推脱。既然叶先生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不推脱了。这件事是我们穆家占了您的便宜。虽然这茶叶不便宜，但结交这么一个在魔都盘踞多年的大世家，这买卖绝对值。穆小姐，我其实是有件事，希望能拜托你们帮一下。你说。我这边是刚来魔都不久，所以对这边不是很熟悉。然而我的别墅呢，一个人住的话，打扫卫生什么的忙不过来，所以我也是希望能请你们帮忙介绍个管家保姆什么的。嗨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，这事儿你放心好了，明天我就安排福叔帮你搞定。那就多谢了。我离开后，穆小姐目光闪烁，对着孙福说道：这叶先生绝对不简单，福叔，你觉得东海的项目是否要把他拉进来？小姐，东海的项目价值30多个亿，我觉得以叶先生的实力绝对没问题，只不过牧原集团那边不太好搞定。听着这话，木南枝的眉头皱起。你那边礼送到了吗？我这边是见到了牧原集团董事长江海的老婆，只是他完全不肯松口。另外一边，我回到家，12点准时打开万亿商城。我雷个豆，这是个什么玩意？强身药剂、魅力 Max 卡、声望打卡表、有一说一喷雾，啥玩意？怎么全是一些道具？算了，看上去都是对我有好处的东西，先买了再说。购买成功，您购买的商品已送达，请自行前往物品栏查收。强身药剂在服用之后能大幅度改善使用者体质，后续增强需使用者自行发现。这个挺实用，毕竟千好万好不如自己身体好。魅力麦克斯卡使用之后，使用者的魅力值将会提升到巅峰，可以自行控制是否散发魅力。有了这个，我妥妥是要成为海王的节奏啊！声望打卡表，声望每达到100万会随机获得1项奖励，3次奖励之后打卡表会自动消失。什么意思？这声望又该怎么获取呢？用户所做的一些事被其他人所关注之后，从而产生有效的反馈，就会产生相对应的声望值。这样吗？那什么是有效的反馈？其他人对于这件事进行点赞、评价。明白了。有一说一喷雾，对特定对象使用喷雾之后，接下来的5分钟，对方会全部说实话。使用之后，喷雾将会自动消失。这个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暂时用不到就留着吧。先把强身药剂和魅力麦克斯卡用了。第2天一早醒来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身体的变化。吃过早饭，我漫无目的地刷着手机，看到了豆沙直播，我突然想到了昨天商城里的声望打卡表。直播，不知道直播间网友对我的评论能不能增长我的声望值呢？可以试试。
我随手点开一个女主播的直播间，这女主播叫菲儿，正在进行户外直播。各位水友们好呀，接下来大家一起玩个游戏哦。我现在人在魔都，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嘛，我就不说了。接下来1个小时的时间，大家如果找到我的话，我就送给你我的联系方式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这就去，我人正好在魔都。芜湖，斐儿这是开始整活了，一时之间气氛活跃了不少。我看着他的直播背景，觉得有点眼熟，这好像就是东郊别墅不远的广场上，反正这么近，就过去看看吧。几分钟后，我走路来到了广场，一边看着直播一边寻找。不一会便是找到了那名女主播，这颜值确实能打呀，既然不是美颜怪。我张口喊了一句菲儿，她明显愣住了。你是来狙击的水友吗？时间才过去10分钟不到啊，小哥哥你这速度是不是太快了？我就住在这附近，看着你的直播场景有些熟悉，就过来看了。女主播十分清楚这里可是富人区，难道自己这是遇上有钱人了？还未等她多想，我开口说道：本来以为你线上是美颜大师，线下是个巧殿下呢，没想到真人和直播间里毫无差别啊。哈哈，这小哥哥可真有意思，居然以为斐儿是个坦克。你们快看，斐儿的脸都黑了。此话落下，女主播脸都绿了，心中暗道：你才是乔殿下呢，你们全家都是乔殿下，人家可是货真价实的美少女，好不好？既然你找到我了，按照约定给你我的联系方式。那我这边就先走了，我还要准备晚上公司安排的 PK 呢。还 PK？ 你这1个月流水还不到1000元，上去 PK 那不是在找虐吗？话音落下，直播间内充满了欢快的气氛。哈哈哈，斐儿这背对的净说大实话，笑死我了！这小哥是个人才。而在此时，我在心底想着，如果我刷礼物引起轰动的话，应该也算声望值。算了，看你可怜，晚上我送你上第一。小哥哥，你的豆沙账号多少级了？哦，一个新号，早上刚注册的。算了吧，小哥哥，你就别拿我寻开心了。现在第一我是完全的不奢望了，能赢1局就不错了。菲儿没把我的话当真，旋即向我告别，转身离开。而我则是慢悠悠的回到了家。晚上12点半，直播间内菲儿的直播已经开始了。小姐姐好，第1轮是我们俩 PK， 还请下手稍微的轻一点呢。圆圆姐好，我都连续败了好多场了，只求圆圆姐别让我输得太难看就好了。对方的直播间贵宾有着100多个，榜一大哥这个月都刷了1万多，而自己这边嘛，贵宾零零散散10来个，榜一大哥的流水才100来块。PK 开始，对方主播直接开始一阵热舞，而秦菲儿这边只是简简单单的唱着歌。PK 过半，圆圆收到的礼物已经是达到了800块，至于秦菲儿这边的只有不到30块。只有不到30块，这能赢就怪了。就在我准备充钱的时候，一个名为独爱小圆圆的贵宾账号进入了直播间。小姐姐，这把承让了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直接就刷了一个价值100元的飞机，随后就回到了圆圆那边刷了一个500元的火箭。这种打发叫花子的行为羞辱谁呢？直播间内不少的水友也是被气到，羞辱人呢？有钱就能为所欲为了是吧？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，不服有本事你们也刷呀！这人太壮了吧？之前那个路人水友呢？他不是说要送斐儿上第一吗？人呢？得了吧，你还真的指望对方能刷呀？明显就是口嗨呢。而此刻的我则是还在后台充值，先充10万鱼翅吧。回到直播间，我对着菲儿就是5发超级火箭。5发超火，这是哪位大佬居然这么豪爽的直接送出了1万块？而且这神豪的等级居然还这么低，上来就是送出了5发超火礼物，直接反超了呀！秦菲儿此时也是连忙的道谢，感谢小凡哥送出的5发超火。这怎么可能？圆圆看着 PK 失败的提示有些落寞，但随后还是连忙堆着笑容道：没想到小姐姐家里居然还有这么一尊大神啊！我们被你们家大哥打的真的是好惨，不知道小凡哥能不能给点医药费？圆圆真的是太痛了。不好意思，没有打发叫花子的习惯。望着我的回应，秦菲儿笑得花枝乱颤。大哥牛逼，没有打发叫花子的习惯，凡哥太刚了，我到现在为止都没能回过神来，最后那几秒简直就是极限救场。多谢小凡哥哥这5发超火极限救场，我实在是太激动。小凡哥哥有什么是希望斐儿做的吗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。你这边会跳舞吗？那你就跳一个科目3吧。什么鬼？5发超火只为了看一个科目3，这大佬任性啊！现在的大佬都是这么玩了吗？5发超火只为了看科目3，就连在那里的秦菲儿此时都是有些蒙圈了。大哥，你这是在开玩笑吗？没有，就科目3，开始吧。好吧，既然小凡哥哥想看的话，那么科目3安排。当秦菲儿开始跳着科目3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去留意，而是查看起了自己的声望值，使用声望打卡表。当前声望132万，已完成第1阶段任务，是否领取奖励？刚赢了第1场 PK， 居然就获得了这么多声望，领取。第1阶段奖励领取成功，获得帕加尼风神伊莫拉1辆。奖励提示落下之后，我只觉得自己的口袋一震，随后掏出来了一把造型迥异的车钥匙。帕加尼风神伊莫拉全球限量，仅有5台的车，售价更是达到了恐怖的500万欧元，换算下来那就是3900万。随手给女主播刷了几个火箭，反手就赚了将近4000万。第1阶段的奖励就如此的恐怖，那么后面的2个阶段的奖励是？当前进度132万，第2阶段奖励声望要求500万。这也不是很难嘛，继续 PK， 必须把这主播抬到第1名。回到直播间，秦菲儿问我：小凡哥哥，我们马上要开始第2局了，怎么说？继续吧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今晚送你上第1。一句话落下，直播间内出现了短暂的空窗期，就连秦菲儿都是被这句话给震惊到。难道这个小哥哥真的是一位神豪？小凡哥哥，您是上午遇到我的那位小哥哥？对呀，当然是我。
此时秦菲儿的心情满是复杂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，她只怕已经可以准备退出直播界了。想到这，秦菲儿也是连忙打开了自己的手机，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。感谢小凡哥哥的礼物和支持，菲儿刚才不知道，不好意思哈。没事的，好好准备吧，今晚送你上第一。秦菲儿看着我的话，眼底的目光逐渐的坚定，随后给我发送了一个地址。看着这消息，我也是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大家都是成年人嘛，放心好了，今晚这第一就是你的，谁也夺不走。我的一句话让这秦菲儿心底大定。很快，第2场 PK 开始。哇，小姐姐，你这榜一大哥有点猛啊！新人号直接周榜1万。小九小姐姐好，我们家大哥是刚才刷的。哇，小姐姐，你家的大哥好厉害呀！小凡哥哥，我是小九，以后有空的话可以来我直播间里玩呀。听着这话，秦菲儿是有些不爽，但是心底也是有些担忧。而就在此时，我的弹幕弹了出来，以后再说吧，先直接开始 PK。直播开始，我直接5发超火砸下。先来5发超火暖个场子，对面跟还是不跟？而对面的直播间内正在准备刷礼物的大哥顿时嘴角就是狠狠的一抽，随后就是私聊发着消息：小九，这把放弃吧，对面的我们拼不过，等复活赛吧。因为5发超火的关系，第2轮以碾压态势胜利，我对此索然无味，选择去到自己的地下车库内看看那辆帕加尼风神伊莫拉。磨砂银灰色的车身加上高高的尾翼，给人一种浓郁的未来感。节奏呀！菲儿的家距离自己这里不远，加上又是处于深夜，自己开车过去的话，最多也就是7、8分钟就能到。正好的，现在又是直播 PK 的休息时间，自己完全有时间过去。直播间内第3场 PK 即将开始，这秦菲儿的手机却是突然间响了起来，拿起来一看，赫然是我发来的消息。你家是7栋几0级？看着这消息，秦菲儿明显的还没能反应过来，下意识的就回复道7栋1803。准备开门。这一下秦菲儿回过神来了，心跳顿时就是开始加速。她实在是没想到我居然在她还在直播的时候就来了，于是她就是赶忙的开口道：大家稍微等一下，我去趟卫生间。又见面了，小凡哥哥，帮你过了2轮，是不是得表示点什么？行了，你再不回去，谁友们就要好奇了。秦菲儿飞快的回到了直播室，我则是看着直播间继续 PK 着。很快第3轮、第4轮，我消耗了10来个超，将整体给安稳的度过。4轮 PK 下来，我的声望值也是达到了489万。只要拿下这最后一轮的决赛，这500万声望值便能正式达成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决赛，一名身穿着古风汉服的少女出现在了镜头当中。你好呀，菲儿小姐姐，我是一夜倾城公会的主播露露。露露小姐姐你好呀，待会 PK 的时候还请下手轻点呀。哈哈，让你说笑了，还是需要请你们稍微的下手轻点。而就在此时，一名对方直播间的国王账号来到了菲儿直播间。不好意思，这一局还请你们认输，今天我要带露露上冠军。随后就是一发火箭打赏出来，其中的挑衅之意不言而喻，而我则不甘示弱。是吗？你准备保露露？那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准备保分儿，火箭还给你们，直接来兑现。说完，我去到对方直播间还了一发火箭，同时默默的点开了充值界面。毕竟这把是决赛，自己若是没点准备的话，还真的有可能会翻车。60万应该是能扶分儿上冠军宝座了，毕竟这又不是大型的 PK 活动，对面的贵宾席也就才500来个，榜一大哥周榜也就刷了10来万。而另外一边，露露的直播间内，不少水友也是看见了我的弹幕，哈哈，小白号也来叫嚣，笑死我了！建议你看看我们家榜一大哥的数据吧，周榜可是刷了10来万的，岂能是你这种小白号能来叫嚣的？就是小白号还敢来，连头像都没有，还不赶紧的滚犊子！一发火箭估计是你4、5天的生活费了吧？面对这些嘲讽，我没有去理睬，平静的发言。那开始 PK 的瞬间，露露的直播间10多发超火顿时刷屏。至于在菲儿这边，确实只有一些零散的礼物刷着，根本无力反抗。看着眼前的这种情况，露露的直播间内嚣张的声音现在更大。哈哈，那个小白号呢？倒是帅呀！就是，还保菲儿上冠军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区一个小白号还这么嚣张。一条条的弹幕当中尽是轻蔑。就在此时，一条滚动的弹幕突然间在所有直播间上方出现。恭喜小凡哥哥在菲儿不是兔子的直播间开通超级皇帝。这条消息弹出，无论是露露的直播间还是菲儿的直播间内，所有人都是安静了下来。开通皇帝，要知道豆沙的一个皇帝可是要12万。还未等众人吃惊，此时又是有着数道消息连续刷。恭喜小凡哥哥在菲儿不是兔子的直播间续费了超级皇帝。这样的消息连续刷屏了4条，这一下整个豆沙平台一片沸腾，无数还在线的水友纷纷涌入了菲儿的直播间。至于露露的直播间内，皇帝5连发，这过分了呀！开什么玩笑，小白号直升皇帝，这玩个屁！我错了。在那里的露露此时也是在风中凌乱着。随后我跑到了露露的直播间，还要继续吗？直播间内所有人看到了这条消息，脸上可谓是写满了屈辱。至于这露露的榜一大哥，此时在发着消息：露露这一次就算了吧，积蓄力量准备下一次好了。露露明白情况，只能苦笑着道：这一次我们认输。随着露露主动认输，直播间内此时热度更是沸腾，而在那里的秦菲儿则是一阵恍惚，我这就躺赢成为第一，成为冠军了。秦菲儿激动无比，但也是十分清楚，她能拿第一全都靠我，而她只要讨得我的欢心，那别说是一场 PK 获得第一，20年度粉丝节获得第一也是不在话下。而这个机会就摆在她的眼前，能否拿下就看今晚。当即这秦菲儿对着镜头开口道：好了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记得早点休息啊，我这边就先下了。结束了直播，我看着在那里的秦菲儿，第一的感觉如何？非常好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保证以后你一直第一。我会听话的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嘴角上扬。行了，去洗澡吧。秦菲儿去了浴室，而我则点开了万亿商城，查看着自己的奖励。第2阶段奖励领取成功。奖励1，获得豆沙网络科技公司10%股份。奖励2，3倍消费返现卡。
3倍消费返现卡已到账，股份将在12小时内到账。这次居然直接给了2个奖励，有一项居然是豆沙网络科技公司的10%股份。要知道豆沙直播在国内算是数一数二的超级大公司，平台估值达到了23.88亿美金，10%的股份那就是2.38亿美金，花费70万换回来的居然是10多个亿的股份奖励。这第2阶段的奖励就已经是这么恐怖，那第3阶段的奖励又会是什么？一时之间我也是好奇了起来，同时在查看着另外一个奖励3倍消费返现卡，使用之后可以获得一次3倍消费金额的返现，金额上限100万元。如果说没有那个豆沙10%股份的奖励在前的话，或许这张卡还算是不错，消费100万也就才返现300万，自己顶多净赚200万，不过净赚200万还是挺香的。而在此时，秦菲儿也是洗完了澡走了出来。第2天一早，你这房子真是有点太小了。听着这话，秦菲儿也是一阵的慌神。这是我租的，我之前上班的公司就在这附近，后来离职之后没有换，就一直的租到了现在。这年头当主播的竞争压力多大？怎么想着辞职要来当主播了？其实我是被开除了，我在公司发现财务总监在挪用公款，准备上报的时候发现董事长跟财务总监是一伙的，然后就被开除了，自己还被行业给封杀，无奈之下只能当个主播赚钱糊口。你这情况还真的是够倒霉的。这样吧，等下你就搬去我的一栋空房子里面吧，住在这种小地方那多难受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哥哥你真好。说着我就拨通了中介周经理的电话，跟他说明了情况之后，2人便一起出了门。哥哥，你这跑车价格不便宜吧？还行吧，也就3900多万，不到4000万的样子。简单的一句话却是把这秦菲儿给吓傻了，整个人显得有些拘束，坐在车上不敢乱动。我们先去吃顿午饭吧，现在都12点半了，等吃完饭之后我再带你去买套衣服，然后咱们再去搬家。哥哥，那要不我做个直播？也行，那待会到了地方你就开直播吧。自己若是想要拿到阶段3的奖励，那是需要800万的声望值，自己现在是500万，靠着这个爆火直播间再收集300万声望简直都不是事。没多久来到了地下停车场，此时秦菲儿也是开始了直播，车内的我正在接着一通电话。您好，请问您是叶凡先生吗？我是，你是谁？叶先生您好，我是豆沙直播的 CEO 陈杰。陈杰听着我的话，此时显得是更为的紧张。刚才他突然间收到了消息，说是有人从市场上收购了他们豆沙总股份的10%，成为了他们豆沙直播的第2大股东，所以他当即召开会议，打来了这通电话。而我听到他的身份，也是明白了他来这通电话的意思。原来是陈董，久仰久仰。不知道陈董今日给我来这通电话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尽管猜到了这陈杰的来意，我还是装作一副不解的模样。叶先生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看到您在股市上收购了我们公司10%的股份，这件事你有印象吗？的确有这么一件事，怎么了吗？是这样子的，叶先生，您收购10%的股份是准备？嗨，没什么，随便收购点股份玩玩。另外就是我有个女人在你们那里直播，为了避免被欺负，就顺手的买了点股份放在手上。死一般的寂静随着这句话落下之后，会议里的所有人都是为之傻眼，而我则是继续淡定道：所以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了。那行，我就挂了，记得分红的时候往我卡上打钱就行。电话挂断，豆沙公司会议室内一众股东一脸蒙圈。收购10%的股份就是为了玩玩，就是担心自己的女人会在直播的时候遭受欺负。要知道那可是豆沙10%的股份，价值16.1亿的股份啊！所有的股东都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直到半晌之后，董事长陈杰这才打破了这个寂静。那个各位，想必你们也是听到了刚才叶先生的话，不知道各位对于叶先生的话有没有什么想法？这理由在逗人玩呢，他这个理由简直就是离谱好吗？我觉得吧，这叶先生说的虽然不全是真的，但是他口中的那个女人，这点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他口中的那个女人，然后对他进行扶持，以此来表现出来我们对于叶先生的态度，避免与之交恶。这句话落下之后，会议室内一片寂静。老张说的没错，我们必须要立刻找出对方的身份。好了，散会。另外一边直播间内，我的跑车一出现就引起轩然大波。我去，这超跑车炸了！这车有点东西啊，看牌子的话是帕加尼，这应该是帕加尼的风神。不过帕加尼风神我也见过，魔都的赵村公子有一辆，但是凡哥的这个风神我怎么没见过？的确啊，我刚才搜了下，帕加尼风神车后方应该是有一串字母的，但是这辆车却没有，总不可能是仿的吧？这句话一出，秦菲儿顿时慌了神。你们别瞎说好不好？小凡哥哥这辆跑车可是价值3900多万呢，怎么可能会是仿的？随着秦菲儿的这句话落下，在那里的一众室友先是一阵安静，而后爆发出了更为剧烈的讨论。帕加尼风神要3900万，不是匪儿，你这绝对是被骗了呀！我刚才查了下，帕加尼风神的价格是在2500万，最贵是2900万，3900万的帕加尼风神，匪儿你这绝对是被人家给骗了吧？看到这些弹幕，秦菲儿愣住，整个人此时也是一阵的蒙圈。小凡哥哥这帕加尼风神是假的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停车场中一阵超跑声音响起，领头的赫然是一辆帕加尼风神。秦菲儿也是将镜头对准了那辆车，又是一辆帕加尼。这辆帕加尼的车牌号是魔都赵公子的车，赵公子是那个赵村吗？没想到主播居然能在这里碰到了赵村。今天赵公子开的也是帕加尼，哈哈，这下子有好戏看了，真假帕加尼。三人一同朝着不远处的电梯走，而此时吴勇的目光突然间落在了我的车上。村哥，你看那边也有一辆帕加尼。人在查。赵村快步走向我的车，直播间内的不少水友见状纷纷开始起哄。有意思了，看来赵公子这是注意到这辆高仿车了。
估计待会这车就要被拆穿了。没想到啊，这榜一大哥明明是能一晚上刷个几十万，结果开的车是个高仿的假货。而赵村在来到帕加尼车尾的时候，整个人激动不已，手掌摸着这帕加尼的车身，呼吸沉重，环视四周，注意到了秦菲儿。小姐，请问下，这车的主人是谁？你能帮我引荐下吗？这话落下的瞬间，在那里的秦菲儿和直播间的水友一起愣住。这情况貌似有点不大对劲。这赵村现在不应该是表现的生气吗？现在怎么是一副看到了稀世珍宝的表情？此时吴勇凑了过来，村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车和你的那辆帕加尼风神不是差不多吗？你这么激动看什么？别拿我那辆垃圾车跟这辆神车比，就我那辆垃圾风神，连给这辆车提鞋都不配。村哥，你这是在开玩笑吗？这辆车是帕加尼风神伊莫拉，全世界仅有5辆的顶尖超跑，这辆车是属于风神的终极版本，而我这风神也就是普通版，摆在这伊莫拉面前那就是个屁。贵了，之前说大佬这车是高仿的人呢，还不赶紧的滚出来谢罪。我检讨，我谢罪，刚才是我说的。野哥，你们怎么来这里了？是这样的，我们来这里的超市里买点东西，待会的话去赛车场里面跑上2圈，野哥要不要一起去跑2圈？算了，事情有点多，你们玩吧，下次再一起去跑。听着叶凡的这番话，赵村也是看了一眼在那里的秦菲儿，脸上顿时就是浮现了一副我明白的表情。行，那我就不继续在这里打扰叶哥您了，叶哥玩得开心。刚进入商场，我的手机突然间响了起来，是2号别墅管家孙福打来的。我接个电话，你先去爱马仕里面看看，看中了什么直接拿就行了，待会我去结账。秦菲儿朝着爱马仕的店铺走去，此时爱马仕的店员看着身上穿着一套平价服装的秦菲儿，当即将其拦了下来。不好意思，女士，我们爱马仕店铺内不允许直播，还请您收起手机。秦菲儿神情尴尬，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同时，他看了一眼直播间热度已经达到了200万，这种高涨的热度自己不可能去关闭直播间，但这种奢侈品店铺不允许直播，这也是情有可原。秦菲儿随后还是准备等我打完电话了再说。另外一边，此时的我接通了孙福的电话。孙管家有什么事吗？叶先生是这样的，您委托我们家小姐帮您找的管家和保姆，我们这边已经是帮您找好了，对方具体的资料我这边发给您。哈哈，原来是这件事啊！孙管家，这件事多谢你了，你也替我向南知道声谢谢。叶先生您客气了，能帮上叶先生的忙是我们的荣幸，那我这边就不继续打扰先生您了。好，再见。孙福给我发来了5份简历，1名管家，3名保姆，1名花匠。按照孙福给的联系方式通知这几人明天就过来上班签订合同。安排完这些，随后我朝着爱马仕的店铺走去。你怎么在外面不进去？我被人家给拦下来了，店里不准直播。这样吧，你跟在我后面，我带你进去好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店不允许直播。然而这次还未等他把话说完，女店长瞧见我，连忙走了过来。叶先生，您这是带您的朋友过来买衣服？就交给你们了，负责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哈哈，好的，叶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们保证将您的朋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这位女士，刚才我们家的实习生唐突了，还请您海涵，还不赶紧给这位女士道歉？对不起，实在是抱歉，刚才多有得罪。望着这一幕，秦菲儿有些蒙圈。女店长见她还未说话，以为还在生气，当即道：这位女士，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，你2人今日在本店当中的消费，我给您打8折。另外，我自作主张赠送一款新到店的挎包给您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可以。那就这样吧。一顿买之后，自己的3倍消费返现卡目前还是开着的，目前花费了18万，剩下82万的返现，这花钱的速度还是慢啊。算了，先吃饭。我和秦菲儿来到了商场2楼餐厅，她暂时选择了下播，我对此也是笑了笑，打开手机查看起了声望打卡表，当前声望值623万，还剩下不到100多万的差距，那看来今天一下午的时间应该就能获得这第3阶段的奖励了。想着这即将到手的奖励，可还没高兴太久，一道颇为尖锐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：叶先生，打扰您用餐了。我是这家餐厅的经理，这张卡是本店的黑卡，您持着本卡在全球任意一家分店都能享受最高级别的服务待遇。多谢。黑卡，这是阿勒泰餐厅最高等级的会员卡，全球范围内拥有这张卡的客户数量不超过100人，而现在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青年居然收到了1张。叶先生，这瓶酒是江先生嘱咐我送给您的，请允许我为你介绍下这瓶酒。这瓶酒名为沉默之船1907，目前在市面上仅存不超过2000瓶，最近的一次的拍卖价达到了188万。就目前的市场来看，这瓶酒的价格应该是超过了200万。江海送出的一瓶酒就价值200万，突然间觉得自己卡里的300万貌似其实并不多。这江海花花肠子还挺多呀。等下还要开车就不喝了，给我装起来吧。好的，叶先生。随着这店经理的离开，我和秦菲儿也是吃的差不多了，陪我去买2块手表吧。听到我的话，秦菲儿顿时一愣，买手表，然后有些酸溜溜的道：给别的女孩买的。我也是没有过多隐藏。给我一个妹妹买的，过段时间她有一场话剧表演，这块手表就算是给她的贺礼。自己的返现额度还剩下82万，这82万一下午想花掉的话，我能想到的最快方法就是买手表了，正好可以买一块给谢雨墨，另一块就送给秦菲儿。秦菲儿听着我的话，心情复杂。对于我的坦诚，她还是有些没有想到，不过她也明白我绝对不可能只有她一个女人。那待会我能直播吗？可以，开始直播吧。伴随着直播的开始，一群水友瞬间涌入了直播间内，而豆沙老总们此时也是找到了秦菲儿的直播间。确定了，这就是叶凡所说的他女人的直播间。
我这就让宣传部门给他安排推荐位。秦菲儿的直播间热度疯狂高涨，看着这一幕，秦菲儿也是有些惊讶。我上首页弹窗推荐了。听着这话，我愣了愣，随后也明白了，这群人动作还挺快啊。啊，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行了，下车吧。先生女士，欢迎光临百达翡丽。我来选几块腕表。好的，先生。那这边是要看男士的还是女士的？先看下男士的吧，罗杰度比是偏向年轻化的，以后出席一些庄重场合有些不合适，得先给自己买一块。好的，先生，那请您跟我来。叶先生，孙管家，哈哈，好巧啊，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了叶先生。老钱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起的那位叶先生。这百达翡丽的店长刚才听着孙福提到我买下了那栋东郊1号价值6亿的楼王，产生了想要认识我的心思，没想到我居然主动来到了他们门店。叶先生您好，您好，我是百达翡丽的店长，这是准备给自己买块腕表。先给我自己来一块吧。哈哈，那还真的是巧啊，叶先生，我们这边昨天刚到了一款腕表，保证您看了之后爱不释手。说着，他就是带着我来到了这店铺的正中央，在这里摆放着一个独立的展台，并且配备了高强度的防弹玻璃。叶先生，这块腕表目前是属于我们店的顶级腕表，采用的18K 玫瑰金表带，并且腕表表盘布局延续了经典格局，又加上了昼夜显示窗与闰年周期显示窗，可以说这块腕表的升值空间还是非常大的。不错，叶先生若是喜欢的话，可以试着戴下。说完之后，钱店长就小心翼翼地将这款腕表在展台中去。看着店长的动作，一个销售则是眉头一皱：“店长，这不符合规矩吧？这款腕表应该是只有钻石 VIP 才有资格进行购买的。”听着这番话，在一旁的销售连忙打断他：“刚才外面那辆跑车你看到了吧？”“看到了呀，怎么了？跑车再猛都又不罕见，总不能因为对方开跑车来，就把一块限定钻石 VIP 购买的腕表卖出去吧？”若是普通的一般跑车，那的确是没资格，但是人家开的车那可是全世界只有5辆的帕加尼风神伊莫拉，这车的价格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900万。是吗？另外，我提醒你一句，刚才的时候我可是听到了，据说这叶先生住着的还是东郊1号的1号别墅，那个价值6个亿的楼王，就是那栋别墅。叶先生，这款腕表目前的售价是165万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行，刷卡吧。看着这一幕，那几位店员则是一阵的啧舌。至于秦菲儿此时也是傻眼了，他是知道我很有钱，但是这操作简直就是离谱。直播间内此时也是被引爆，一些潜水看直播的皇帝国王此时纷纷开始发送弹幕：“大佬这操作实在是让人佩服。165万的百达翡丽顶级腕表，没有一丝一毫犹豫就买了，洒脱的气质我自愧不如。”直播间热度也是随之攀升，达到了600万。此时的秦菲儿满脸惊喜，毕竟她这还是第一次在没有我刷礼物的情况下，直播间的热度达到了600万。对了，再来一款女士的腕表，送人用的。如果说是女士腕表，并且是准备送人的话，我推荐这款。就它了，给我包起来。菲儿，你要不也选一块？这不好吧？没事，你尽管买，看中了哪款？听我这么强硬，秦菲儿心思也是开始活络了起来，看了一眼我手腕上的腕表，然后又看了看四周的展台。要不就那款吧。这秦菲儿所指着的是一款玫瑰金色的腕表，如果只是粗略的扫一眼，很容易就把这款和我的当成情侣款。确定这款？我觉得这款很好看。那行，买单。好的，叶先生，这2款手表加起来一共是62万元。乖乖，不愧是凡哥，62万的腕表说送就送了。跟凡哥一比，我突然觉得我那10万块买的绿水鬼算个锤子。买完了2块手表之后，我也是留意了下直播间的热度，此时已经达到了800万。800万的热度，就这热度来看，声望卡的第3阶段奖励应该是完成了吧？我向店长询问了卫生间的位置，来到卫生间，打开手机查看起了奖励。第3阶段奖励领取成功，奖励1：神华币5000万，奖励2：技能神级厨艺，奖励3：天河集团10%股份。天河集团10%股份，这可不是什么小公司，涉足了房地产、影视、旅游和金融4大行业，并且更是在房地产和旅游行业属于龙头。10%的股份至少也是100亿级别，自己这波用几百万赚回来了上百亿，虽然每年的分红可能达不到100亿，至少也是数十亿的存在，一波肥啊！